何月华被二叔夫妻俩的愤怒吓到，他先安抚夫妻俩的情绪，说道：曾医生、曾太太，你们先坐下来慢慢说。出什么事了？我还真的不知道呢。我们林医生昨晚喝醉后，今天一直都没有回诊所，不知道林医生做了什么对不起曾医生的事。他给两人倒来了温开水。曾二叔说道：你打电话给林医生，叫他过来，我们当面好好问问他。他们家脸皮还真是厚呀，我们曾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，他妈好意思叫我家小雅搬家，又不是小雅纠缠着他儿子不放，是他儿子纠缠我们家小雅。何小姐，你和林医生的事我们都知道的，你真的爱他的话，就好好的追求他，霸道一点，不要让他再去追求其他女孩子。他的爱带给我家小雅的就是伤害。曾二叔气成这般，主要是觉得自己一直把林医生当成学生，对方不懂的他都教了，他的经验也传授给对方。如果没有战月出现，曾二叔都把林医生当成侄女婿看待。现在曾二叔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老妻，看人的眼光比他好多了。老妻总是说林医生和小雅不相配，他还认为老妻是嫌贫爱富呢。二叔、二婶，曾小雅知道二叔二婶出门了，还是往林家诊所而来，她赶紧跟着过来。二叔二婶还真的是来找林学长算账的。上午的事已经传到了二叔二婶的耳朵里吗？二叔、二婶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走，回家再说。曾小雅上前拉起二叔二婶，对何月华说道：何小姐，没事了，你忙。他拉着自家叔婶就走。小雅，二叔要当面问问他。二叔，回家再说，我都告诉你们。曾小雅打断了叔叔的话。曾二叔无奈，夫妻俩只得跟着侄女回家。回家后，曾小雅将事情原本都告诉了叔婶，也提到了战月中午请他吃饭的事，说战月已经帮他澄清了真相，维护了他的名声。林学长也向我道歉了，他并不知情的。林学长知道他妈妈做了这样的事，比我们还要难受，还要生气。良久后，曾二叔叹口气，既然你都不生气了，林医生又向你道歉，他也不知情的，二叔不去找他算账了。不过以后咱们少与他来往，经此一事，林学长也会远离咱们，他觉得对不起我。曾小雅也叹了口气，我一直都不想伤害到他，最后我们俩还是闹得很不愉快。不怪你，你没有做错什么。二婶说道：不爱他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拒绝他比那种不爱还要吊着人家好太多了。他妈蛮不讲理，是他妈的素质不好。小雅，你不要自责，咱们没有错。曾小雅没有说话。林母素质再不好，都是他学长的亲妈。他很生气，很委屈，也没有过多的说林母。他向林学长告了状，林学长会处理好他的家庭关系，今天的事不要再发生就行。安抚好二叔二婶的情绪了，小雅才上楼稍作休息。离上班时间还有20分钟，战月就来接她了。十几分钟后，曾小雅走出了电梯，向她的诊室走去。曾医生，护士们看到她异口同声叫住她。曾小雅一惊，本能地走到护士台，不等护士们说话，她就问：该不会是那个阿姨又来了吧？是来了，林医生带着他的爸妈都来了，看样子是向你道歉的吧，带了不少的礼物过来，他们在你诊室门口等着。曾小雅松口气，林学长跟着来，我就不担心了。没事的，你们做事吧。他朝诊室走去。大医院人多，下午依旧有很多病人在诊室外面等着他来上班。小雅，林医生看到了他，起身叫了他一声。他神色讪讪的，觉得对不起他，有点没有脸面见他的样子。林父林母也跟着起身，林父还好一点，林母的神色那叫做一个尴尬。上午跑来这里骂的有多爽，现在他有就多尴尬，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。从外面进入医院开始，
林母总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不友好，那是他知道自己错的离谱，做贼心虚的表现。上午看病的人和下午看病的人都不是同一批人，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上午的蛮横无理，只有医院的人才认得他。看到他带着那么多礼品过来，猜到他是过来道歉的，看他的眼神有着不耻。林母这几年在老家被人捧着，因为有个出息的儿子，儿子在市里混得不错，亲戚朋友要进城看病，他儿子都能帮上忙，他就被大家的奉承巴结捧得有点高，变得爱面子。要不是林医生拿前途来威胁母亲，林母是不会来道歉的。曾医生，对不起，上午是我嘴贱，是我蛮不讲理，骂了你，我知道错了，现在郑重地向你赔礼道歉。林母为了儿子，硬着头皮向曾小雅道歉，她努力让自己的道歉看起来很真诚的样子。曾医生，看在阿健是你学长的份上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，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计较了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犯。我也是心疼我的儿子，才会冲动地做出那样的事，还请你可怜我一个做母亲的。对不起，曾医生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，真的对不起。林母连忙将手上的礼品递给曾小雅，曾医生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还望你收下。曾小雅轻推开林母递来的东西，阿姨，你的道歉我接受了，东西你拿回去，我不要。他又对林医生说道，林学长，带叔叔阿姨回去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林医生歉意的道，小雅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妈会做出这样的事，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我妈，我妈知道了错，保证以后不会再犯，我接受了阿姨的道歉。两个人多年的朋友关系，也让曾小雅放弃了追究下去，相信林学长已经处理好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林医生深深地看着曾小雅，感激的道，小雅，谢谢你原谅了我妈，我帮我爸妈订了高铁票，明天就送他们回老家，那是林学长的家事，我不过问。林医生默了默后，再次向曾小雅道歉，想留下礼品，被曾小雅强硬拒绝了，一家三口只能带着礼品离开。林医生知道他彻底出局了，从医院出来，林医生一声不吭，林母时不时偷看儿子，也不敢说话，只有林父安慰着儿子，曾医生是个有度量的人，他说接受你妈的道歉就不会再计较的了，阿健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上了车后，林医生才说道，爸，我不是担心我的前途，我是觉得我和小雅的来往要中断了，我以后都不敢去曾家的诊所，不敢向二叔请教了，我觉得对不起小雅。林父林母一下子不说话了，林母满脸都是愧疚。此时此刻，他才知道自己早上跑到医院指责辱骂曾小雅，错的有多离谱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医生的确没有再去过曾家的诊所，他知道自己和曾小雅不会有结果，他能选择的是何月华。对何月华，他并非没有感情，何月华为他也付出了很多，主要是自己的父母很喜欢何月华，既然没有了希望，他就要和曾小雅保持着距离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天天去曾家诊所。曾小雅的日子恢复了正常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闲时就帮战月看看他房子的装修进度，战月还是有很多装修问题要向他请教的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。转眼间又是一个星期的结束，曾小雅这次休假依旧是周六，这次休假她答应了战月自驾游的，叫上了老太太等人，她这边便只有二叔还有他的小堂弟跟着。小堂弟这个星期刚好能放月假，高中的学习压力大，曾小雅也想让小堂弟放松放松，所以带上了堂弟，一行人热热闹闹的赏秋去了。去了郊外转了一圈后，战月对曾小雅说道，小雅，这里离我老家不远，要不去我老家坐坐，我们这么多人。
还可以吃烧烤，现在天气渐冷，吃烧烤也适合。曾小雅看着他，这里离你们老家很近吗？你们老家是不是油山庄？二婶插话进来，听说战家的老宅比很多景区都要漂亮。既然离得近，那咱们就过去看看吧。战家老宅不对外开放，多少人想进去赏赏景都没有机会呢。曾小雅见二婶很有兴趣，便答应了战月的提议。战月立即打电话给老宅的大管家，让大管家帮忙准备烧烤食材。不远处，海童将切好的水果递到老太太的跟前，看了一眼战月他们，对老太太说道：“老爸说想带小雅回老宅看看，不知道小雅愿不愿意去。”老太太用一次性的叉子插了一块果肉吃，说道：“距离那么近，她应该会去的。我也出来很久了，是时候回老宅住2天。等会儿回了老宅，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留下来。周日晚上用过了晚饭才能回市里。”海童说道：“那是自然的，周末我们又不用上班，在老宅里陪陪奶奶。老七和若若的婚礼也快到了，我们要提前过去吗？需要我们帮忙不？”倪云初问道。战逸晨在一旁说道：“肯定要提前过去的，就看提前几天了。老七结了婚，老八也有了目标，就老八还单着的了。”说着，他感叹一句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我总觉得我还是18岁的小伙子，转眼间我儿子都可以打酱油了，而我也成了个中年大叔。你也可以当自己还是个18岁的小伙子，还单身，还可以追求更漂亮的、更年轻的小姑娘。”宁云初几句话就让战逸晨赶紧说道：“我就算返老还童，依旧爱你，一生一世与你一双人。我又没有说你什么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”战逸晨揽住爱妻的肩膀，笑着：“老婆，我爱你。奶奶在呢。”宁云初红了脸。老太太笑着起身：“我人老了，老眼昏花，耳又聋，看不见，听不清，我去看看我的曾孙们。”海童也跟着起身：“我也去看看那几条化骨龙，玩疯了。”他扶着老太太。老太太笑道：“奶奶还不用扶，阿印带他们去哪里疯了？他们是在一处大草坪扎了帐篷，战印带着几个小朋友走了，不知道去哪里玩，可能去湖边钓鱼了吧。前面不是有个人工湖吗？好多人在那里钓鱼，咱们也去看看。”海童扶着老太太往人工湖走去。很多人来这里玩，到处都是小朋友的欢声笑语。大人们有些跟着小朋友，有些则坐在树底下玩手机，或者在帐篷里休息。这里是大家周末喜欢露营的最好的地方，环境不错，青山绿水，远离市中心的喧哗，还有孩子们喜欢玩的游乐园，以及一些健身器材。今天风有点大，也有小朋友带了风筝过来，在放风筝的。奶奶，老七的婚礼快到了，我们真不用提前过去帮忙吗？海童回到刚才的话题上，过几天我就和你爸妈、三叔三婶先过去，你们还要忙着生意上的事，可以在婚礼前2天过去。你二叔二婶在阳城那边帮忙，万事俱备得了，也不用我们再帮什么忙，因为在阳城办婚宴，很多事情都被兰家抢过去承担了，战家这边就是亲戚朋友到场便可。你姐姐有空过去喝杯喜酒吧。”老太太问起海玲的情况，我姐说再忙都会和姐夫一起带上妞妞过去喝喜酒的，可能会提前1天就过去。海玲身为凤氏家主，她比海童更忙，凤氏集团在她手里管理了几年，比上任家主在位时要好一点了，这都是海玲夫妻俩的功劳。上任家主从不敢让丈夫管公司和家里的事，怕对方夺权，就连零花钱都限制得死死的，每天不会超过500块钱。这种事不会出现在海玲和陆东明身上，不是周末，洋洋就不能跟着一起去。海童说道：“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洋洋了，他学业也重，长大了，懂得给父母分忧解愁。
我姐说，只要他放假在家，都会带他到公司去，让他多看看，先了解一下公司的运作。妞妞跟着洋洋会照顾好妹妹。妞妞可以说是在凤氏集团众人看着长大的。海玲生完女儿，坐完月子后就重新回公司上班。家里是有保姆，但她不放心，所以带着女儿回公司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女儿。小丫头就是在她的办公室里睡大的，全公司的人看着她一点一点的长大。海玲带女儿回公司上班，一是不放心将女儿交给保姆，二是觉得凤氏集团以后要交给妞妞的，就让妞妞在公司长大，对公司有感情，以后才会投入更多的心思在公司上。至于洋洋吗？海玲是想让他熟悉一下，等到洋洋大学毕业后再做打算。如果洋洋愿意进凤氏集团上班，海玲会安排儿子从最基层做起，但洋洋在凤氏集团永远都是辅助妹妹的命。海玲更希望洋洋长大后能够自己去创业，撑起属于他自己的一片蓝天。他不会亏待长子，也会为长子铺路，但他继承的、拥有的几乎都是凤氏家族的。按照凤氏家族的规矩，除了他之前在管城的生意，其他都是属于妞妞的。陆东明的陆氏集团倒是可以交给洋洋打理，但妞妞是陆东明的亲生女儿，就注定了陆氏集团不会是洋洋一个人的。当然了，洋洋的前途根本不用担心，哪怕他不能完全继承陆氏集团，陆东明也会分一半的股份给他。就算他不继承继父和母亲的事业，他还有小姨呢，海彤也会为外甥安排一条康庄大路。站在长辈的角度看，自然是希望洋洋能够自力更生，不用依靠任何人，也能撑起自己的蓝天。也不用太着急，洋洋还是个初中生呢，至少也要等他高中毕业后，假期再让他进公司打假期工，学习学习。老太太说到学习的时候，就专心学习，不要分心。洋洋的成绩很好，那是洋洋的记性特别好，人也聪明，以后比他爸妈都要优秀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周红林也不是笨的人，他当初丢掉工作，那是战印替大姨姐出气，刻意报复周红林所致。如果没有战印的精准报复，以周红林的能力，他可能爬得更高。如今的周红林早就没有了斗志，每个月赚上1万几千块钱，小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。他现在就等着妻子刑满释放，儿子跟着海玲，他不用操心。父子俩隔段时间见上一面，相处几天。周父周母年纪大了，也不想再折腾，以前还天天闹着要周红林和叶佳妮离婚，现在也不闹了，没有精力再闹，也知道儿子不会再听他们的。周红林说他以前就是听父母姐姐的话，听得太多了，最后弄丢了海玲，也让儿子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老七的婚事办了，很快就要过年了，1年又要结束。老太太不由自主也感叹时光匆匆，仿佛才过完年，转眼间又要过年了。奶奶也不知道还能过几个年，这般年纪了，活一天赚一天。奶奶不要说这些话，我们不喜欢听。奶奶说了要活到100岁的，像费老那样活过100岁。老太太笑道，奶奶努力，但结果如何？那不是我们能说得了的，奶奶都90的人了，哪怕明天就离世，也活够赚够了。奶奶抱到了曾孙女，曾孙子如今也有7个，9个孙子，只有老9还单着。奶奶不担心老9，有你们帮奶奶看着呢。海彤不依的道，奶奶，我不喜欢说这些，咱们不说了。好好好，不说了。老太太宠溺地道。两人边走边说话，海彤时不时到处张望一下，寻找战印和几个孩子的身影。妈妈，太奶奶，贝贝的叫喊声传来，总算找到了一堆小家伙。战印没有带他们去钓鱼，几个小家伙最大的也就6岁多一点。
这么小的孩子哪有耐心安安静静的钓鱼？他是带几个孩子去游乐园玩了一圈，又给他们买了风筝，人手一个。战印正在帮女儿将风筝放飞上天，小丫头看到妈妈和太奶奶来了，连风筝都不要了，撇下爸爸和风筝就朝妈妈跑去。我还以为他们在钓鱼呢，原来在放风筝。海童笑道：今天有风，适合放风筝。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放风筝，我还想咱们没有买有风筝带过来，阿印就给孩子们买了。老太太说完就松开了海童的手，快走几步上前去抱起冲过来的曾孙女。贝贝的小脸红扑扑的，应该是为了放风筝奔跑所致。瞧你跑得一头汗了。老太太拿出纸巾帮贝贝擦拭着额头上的汗。热不热？要不要脱了外套？贝贝答道：热，我要脱外套，爸爸不让。老太太帮他擦了汗后放下他，说道：跑得一头是汗，先不脱，等会儿再脱。太奶奶，风筝，爸爸买了风筝。那个是贝贝的风筝呀。太奶奶看看飞得高不高，漂不漂亮。贝贝指着爸爸手里抓住的风筝，那是贝贝的风筝。贝贝飞不起来，爸爸帮贝贝飞。老太太和海童带着贝贝走回到战印身边，几个孩子立即围过来，纷纷让老太太看他们的风筝。老太太一一夸过他们的风筝飞得好。等战印帮女儿将风筝放飞后，再将风筝线的一头交给女儿拿住。她对老太太说道：奶奶，有点晒，我们去树底下坐坐。不坐了，准备回去了。这里离咱们家也不远，带小雅回山庄看看。老太太看着孩子们放飞的风筝，让孩子们再玩几分钟就回去了，回到山庄里一样可以放风筝。他们几个有伴儿，在哪里玩都会开心。平时只有贝贝在家，就要费尽心思带他玩，没有人陪着他玩，他无聊就会哭着找妈妈。有伴玩，一天不见妈妈都不会找一下。